嘿，大家伙早喽！5月7号星期二，雨好大呀！清晨，雨突然就下大了。今天一直在下雨，从我起来。开头的画面要拍短点，这个相机带着充电盒，不防水。长话短说，明天下午就飞走了，去旅行12天。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聊聊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听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后来被我证明不是太有用的理论，好吗？那一会儿咱们说啊，赶紧合相机。小伙伴们看，都湿透了。哎，好久没有这么跑了，痛快痛快。马拉松这种枯燥的训练，就是自己得给自己找点仪式感，是不是？而且今天这边的连休也结束了，也是上班的第一天。今天可能麦克风的声音还是偶尔会被雨滴挡住，如果大家突然听到声音变了，就是被雨滴挡住了。我刚才一直沿着大阪马拉松前11公里的反向在跑，最终的目标是跑到大阪城再绕一圈。现在已经没有刚才那阵儿大了。一会儿咱们聊啊。太刺激，太刺激！跑到了原来的大阪造币局，现在是造币局博物馆。那天马拉松的时候是从前面往我这儿就反方向跑，跑到这桥上的时候还人挤人呢。跑到这桥上的时候，大概已经快2公里，可能得3公里。对。我老说下雨的时候戴个有檐的帽子，我现在把帽子转过来，就这个雨的大小，我基本上就睁不开眼了。如果你是迎着雨的方向，比赛还凑合，你要是自己在公路上跑，不安全。这桥好宽呀！很多小伙伴刚开始跑步或者跑了几年，都会觉得说，是不是长期心理就是心脏系统心跳特别快，负担大，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您是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就你说白了，就是你在你自己能恢复的前提下，练得越狠，进步的越快。我有幸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法测心率，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设备特别的低端，跟现在完全不能比。那时候是那个 Nike Plus， 它是一个小传感器塞在鞋底儿，特早 Nike 的跑鞋后脚跟那儿有一个洞，专门放那个，它根本就不是一个 GPS 的东西。一开始就靠那个，后来开始用手机，用 GPS， 也没有心率。我记得刚开始跑步都跑了3、4个月了，我都已经开始能通勤跑5公里了。那会儿我妈问我说：“你跑这一趟心率多少啊？安不安全？”我说：“可能也就140、150吧。”那时候特别自信，因为我觉得不是很有压力。后来就被打脸了。后来是怎么回事呢？我去迪卡侬买了一个蓝牙的心率带，就是100出头的那款，
那个时候是2015年初，我连上了手机跑步，然后跑完以后发现是180多，那时候是2015年初春，就北京3、4月的时候。我到这几条路老迷路，我也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跑。看这儿距离京都46公里，但是我当时就想，我180多、170多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就完全不行了。而且呢，我那时候就认为，就这事儿是这样，就是你的心脏的它也是一块大肌肉，它也需要锻炼。如果你老锻炼它，肌肉强，然后单次的心跳劲儿就大，然后它就能更好的给你输送血液和能量，所以练得多它就进步得快。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开始完全不管心率了。但是在这期间呢，我又听人说什么 MAF 180，什么意思呢？就是用180减你的年龄，用这个心率跑最好。但是我发现我要用那个心率跑，当时我的配速只能跑到6分40秒。但是我要是就是随便跑，我能跑到5分30秒。那我觉得他这不对。后来也充分证明，因为当时也有认识的小伙伴就按照那个跑，小伙伴恨不得现在可能还按照那个跑呢。我觉得跑步配速这个事儿，我先甩一下镜头的水啊，看是不是又有回音。跑步配速这个事儿，就像我要举杠铃举重，对吧？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要举起50公斤，假设我不太懂。那如果你现在只能举3公斤，然后你听人家说5公斤是个最好的练习重量，然后你就永远只举5公斤的来练，那我估计可能永远都举不起50公斤，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事实证明，我这样训练选择是很成功的。后来到2015年的夏天，就是北马之前的那个夏天，我买了佳明，也带了心率带。那个时候我再跑5分半的配速的训练，我当时的心率就已经是160了，就减了20。我其实也试过一段时间那个所谓的180，就像我老说那个所谓的细胞分裂法是个大骗子。我并不是完全没试过我才这么跟大家分享，我也试过，听说了以后。但是他俩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让你的运动效率降低了。就像我们普通人，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跑2、3年就能跑进3小时或者3小时半的人。我跑3、4年的时候还在4小时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的训练效率太慢了。为什么训练效率慢呢？因为那时候大众水平低，人们觉得可能330就很不错了。现在可能恨不得觉得230才很不错，所以那时候给自己定的标准就低，因为周围大家都这样。我觉得按照我这已经很可以了。这些我都试过。像我们普通人来说，为什么现在大众水平高了呢？是因为他一开始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配速，然后就知道各种的练习方法，知道了就会去试，你不知不觉的训练效率就高了。你说
我每天跑10公里，4分半的配速。另外一个小伙伴每天也跑10公里，5分的配速。看上去跑量是一样的。如果这两个人差不多年龄、性别、身高、体重都差不多的话，那前者肯定是比后者训练效率高的。那训练效率是什么呢？训练效率就是决定你进步的速度啊。因为时间对谁来说流逝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就像你看运动员，为什么像东非、肯尼亚的人或者埃塞俄比亚的人跑的马拉松，他就能有那么大优势呢？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是基因的问题，更多的是人家从小就在高原，从小就光着脚，从小就跑步。你比人家差了20年，他那20年就算练得再没效率，可能也能顶上普通人4到5年。可是一个运动员从20岁到36岁，也就是16年的运动生命，就是叫什么好状态的运动生命。你在这10几年里，你又要比赛，你还要训练，你要把人家30年的积累用10年去做到，就很难，对吧？所以马拉松训练真的只争朝夕。普通的跑者像我们，可能跑到我现在这个程度，我要担心尽可能的不受伤，因为我要还有成绩他的梦想在前面等着我，而且我不年轻了。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是29岁。我的首马北马跑完的时候，我擦一下镜头啊。雨小了一些，这没办法，擦不到太干净。我完成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是刚过30岁生日一两个月，但是现在马上就快40了。我要想再实现我的梦想，那我确实我得尽可能的，就是不受伤的前提下尽可能激进。但是如果您现在就20多岁，哪怕您现在30出头，就最近我们偶遇的这些小伙伴们，不用想太多，跑受伤了就养伤，因为另一个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让大家造成误导的言论是有无伤跑法的，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跑动中用的每一个关节和肌肉，每个人不可能都一样，就是它的强度，生理强度，你总会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或者有几个薄弱的环节。你把某一个薄弱环节练好了，并且呢很幸运的是无伤练好的，那还会有下一个木桶的短板在等着你。一般人的运气不太可能每一个短板都是无伤练好的。啊，这要走天桥了。所以受伤这些事儿在所难免。受伤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这一块儿承受的运动压力已经超过了他能负担的运动压力。有效的训练是什么呢？是他承受的压力刚刚接近，就他受到的压力刚刚接近他能承受的压力，他就会慢慢提高。但是您想，别说您了，就是专业运动员有专业教练也很难完全把握这个度，这个大家同意吧？否则运动员就不会受伤了。所以对初跑者来说，受伤不一定是坏事，也许是好事儿。而且初跑者受的伤好的都快，因为不会是大伤，也不会是劳损。像我这个踝关节这为什么好得慢呢？一是因为不年轻了，二是因为我训练强度本身就大。我受伤那一个月，最严重的一个月还跑了380公里，
好，现在我们到了大阪马拉松的起点了，差不多就是您去右前方这建筑门口，是大阪马拉松的起点。所以初跑者不用怕受伤，我受过的伤也有严重的，但是都是急性伤，要么就是拉伤，要么就是这次跑完。其实有拉伤也分急性和不急性，急性就是就是你有一个急停或者紧急启动你拉伤了，还有就是比方说你疲劳了，跑到某个程度，突然某一步你并没有比平常更用力，也拉伤了，也拉伤过肌肉，拉伤过筋膜，最慢一周也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就会迎来各种骨头缝的疼痛，脚掌、脚前掌这几个指头中间偏前掌那地方，你跑起来会有那种钝痛，然后就害怕了，对不对？觉得我是不是不行了？我这么疼了好几个月，后来也就不疼了。足弓疼到说，哎，我是不是平足啊？我是不是足底筋膜炎了？我要不要去冲击波啊？我要不要怎么着？都不需要，跑就会好，但是它总要有一个过程。目前我知道的能够真的有立竿见影解决的疼痛，就是立竿见影手段去解决的疼痛，可能也就是髂胫束了，做拉伸，然后练臀部的肌肉的力量。如果您的腿不是因为不正的形状造成的话，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其他的都只能慢慢跑好，没有什么窍门。只不过好些运动员们是年轻的时候就跑好了，而且年轻的时候不想那么多。你看您18岁的时候感冒发烧了，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哎，我会不会不行了？但是您要是78岁的时候，你突然发烧了、感冒了，肯定全家都担心，对不对？一个道理。雨都停了，行吧？进大阪城绕一圈，咱们训练后再见啊！哎，5月7号星期二清晨7点18，训练结束，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最快1公里4分10，平均心率141。后来雨就停了。刚才跑到大阪城还碰见大河原先生，跑完回家也是一身都湿透。大河原先生说，野口先生为了准备，他也去跑那个100公里。100公里是6月30号，佐吕间湖。说这几天他们这个假期，每天都跑30公里，特别猛。我得努力加油，去旅行这几天，尽力的多跑一些吧。所以你看，就是没有什么秘诀，真的没有秘诀。马拉松所有的科学训练都是，它关键是让你训练，知道吧？就是这么回事儿。原来我也听各种科学训练，看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最后都不如跑。就是跑着跑着水到渠成，跑着跑着进了4小时，跑着跑着进了3小时，然后就深刻的认识到，就跑着跑着就会更好。行，那就这么着。这一红灯车就是红灯一放行，车就过来了。这边还是一下雨，这儿是连廊，本来就有收音，再加上油车还是居多，声音比较大，就不跟大家多说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是合练的日子，早晨合练完以后，下午就走了，然后后天不出意外就停拍1天。那咱们明天再见。